子上殿。电旋三家，圣上怎么还不出现？圣上不会还在猎场吧？殿上禁止携带兵刃，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？免礼吧。圣上，殿试乃是本朝选贤举能第一等的大事，万望圣上以礼法待之。若嫌免服太过郑重，着常服亦可，万万不可着此戎装，移风易俗。柳太傅既然提到免服，朕且问你，何以为免服？冕服上有12文章，从日月星辰到宗义辅服，包容天地宇宙，意欲吉祥，乃天子的象征。柳太傅看到的是天地宇宙，朕看不了那么高远，只想知道骚思者是谁，他是否夜夜地给残天桑？刺绣者是谁？绣图所得的酬劳能否够他治眼疾？染布者、剪裁者、运送者又是谁？他们能否果腹安寝？柳太傅，今晨吃的什么？哦，汤饼。可曾觉得今日的汤饼有些淡而无味？这因为战事，近日京城已经难以买到南境的胡椒和豆蔻了。朱清若是想像之前一般食得有盐有味，只怕还要再等些日子。南境边民是活生生的人，而非拿来权衡利弊的筹码。今日你们以为只是少了些胡椒和豆蔻，吃些清淡的便好。明日更大的灾祸落到头上，方知自己也是筹码，生死被人罔顾。敢问朱清，届时又该如何自处？诸位臣公，有历经几朝的老臣，有正值壮年的栋梁，乃是大庸的过去和现在。而朱世子，则是大庸的未来。此刻朕着戎装上殿，就是要告知大庸的过去、现在与将来。如今烽烟未尽，边患未平，为了天下百姓，朕决定御驾亲征。请圣上三思，您乃一国之君，安危为重。若御驾亲征，只怕没有民，何来家？何来国？为家国计，朕定当百折不回，九死无悔。唯望君臣一心，共克难关，抵御外侮，扬我国威。皇恩浩荡，万民服侍，吾国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愿代父出征，追随圣上，百折不回，九死无悔。传太后口谕。太后言：路途艰险，万望皇儿保重，早日凯旋。皇
万望圣上早日凯旋。圣上早日凯旋。平身吧。既如此，今日殿试，朕便以“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”为题，请诸位新科士子各抒己见，一较高下。殿试开始。决明子，清新明目。多谢。裴之，我见你终日伏案研究紫蚕叶，究竟所为何事啊？书林，你杂学旁收甚多，可知这是什么法阵？着实未曾见过。这是在骤进科寻来的蚕叶，与这法阵应有密切的联系。但是这上面的文字实在是古怪艰涩。你看，比如这个字，它字不像字，画不像画。我查遍了所有的书籍，并无半些头绪。若没认错，这应该是回顾的“回”字。书林怎会知道？哦，我因研究草药，曾遇到过一位云游的普救寺僧人，他与我说过一种以昆虫入药的古老方法，叫藤树。我见他记载藤树的书上用的便是这文字，可还识得其他？我与他也只有一面之缘，还未来得及研习，便东渡求药去了。普救寺，那熟林可还记得他的法号？寺叫速决。我向速决法师追问了半天，向他扬言道：如果不说，便彻查到底。他才肯承认自己是当年骤进科唯一侥幸生还之人，说那阵法名叫回声阵，是骤进科不传之秘，最后一次用是在30年前。给谁用？当今圣上。为何？据说圣上出生之时便得了急症，药石罔医，只能命令骤进科施术治疗，旋即便摆了这回声阵，称其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效。使用此阵法施术了2天2夜之后，圣上竟奇迹般的痊愈了。怎么可能单凭一个阵法就可以救人啊？那圣上又是怎么康复的？要么自愈，要么……难道蓝大人的意思是，当年皇子根本没有救活，现在的圣上是假的？我本也觉得荒谬，但联想到太后与圣上向来疏远，太后只圣上一子，却怕是朝政多年，不肯还政于君，又觉得也不无可能。即便如此，可这跟摩罗村有什么关系？京湖先生为何将摩罗村和回声阵联系到一起？摩罗村出事是20年前，骤进科横遭事故，全体丧生，也是那年。20年前，一场法事中，蛊毒泄露，骤进生全数身亡。此后，这里便被查封了。时值先帝驾崩，圣上幼年登基，太后开始掌权。难道太后是怕借回声阵换皇子的秘密被暴露，便杀人灭口？
这么一说，倒是可以解释周荆轲一事。正是他们当年策划了回声阵，可是摩罗村远在南境，不可能参与其中，怎么会被牵连起来？张兄，蓝大人，你们聊完了吗？没谈完也停一下，出大事了！一龙重翔有蔽天，一龙沉渊无底洞。呼呼一梦30年，不知真龙是假龙。陈超，这诗从何得来？街上都在传，百姓之间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们刚查到此事，风言风语便传开，怕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对了，大人，当年周荆轲一事中，只有速决法师幸存了下来，隐姓埋名了20多年都没被发现。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这么说来，倒是得了舒林的点拨。是他。蓝大人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和您说。这位顾先生和那日与我对话的镜湖先生，谈吐举止、嗓音语调都极其相似。你是怀疑舒林就是镜湖先生？不可能，张平，这世上相似之人何止千万？况且你也没有见过镜湖先生的真面目，你不能如此武断猜测。不是，蓝大人，我直觉很准的。你想想，我们苦苦思索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，为何他一提点你，你就知道了回声阵的秘密？他只是研究医术，又恰好认识那残页上的某一个字。难道这世上就不能有任何的巧合了？单凭一点是巧合，可是几件事情连在一起，还能是巧合吗？唉。张平，我知道你一心扑在这个案子上，想尽快把此案查得水落石出，但是你要小心求证，不能直觉用事。也请大人不要感情用事。我与舒林相交10年，他的为人我最为清楚。况且回声阵已有突破，我们就应该从此下手。我只讲证据认线索，可疑之人摆在眼前，就应该从他入手。蓝大人，时候不早了。天黑巷子看不清，我先送您回去吧。是，要不然回去好好静下心想想，说不定就想明白了呢。啊，对。大人，也罢，今日话不投机。宫里传来消息，太后的伤势已平稳，是要追查摩罗余孽。你将水机藏好，千万不可泄露，否则百口莫辩。对，我送一下。启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一起出去走走。殿试那日，你表现不佳。我知道，那并非你的真才实学，你是不想入仕，对吗？你可知我为何执意要与南洞一战？于大局，大庸需要这场胜利；于个人，你不能漠视每一个百姓的生死。若是你，你会怎样选择？我一介白丁，怎样选择都不会影响国家的分毫。那个无所畏惧、敢冲敢斗的张平呢？我觉得以前我想的太简单了，只觉得大理寺是会去听见神探的地方。
从来没有想过，那里也是官场。怎么，现在见识了世道之艰难，官场之复杂？是呀。难道你要退缩了？赵小妈，回去我跟你慢慢细说啊。不然，我只查案，但是不入官场的。笑话，没有官职，何来暗查？不置身于黑暗之中，何谈驱散黑暗？来，公子，哎，多谢。这是烤乳扇，取剑南道山羊乳发酵而成，里面的松茸干更是那边山林中的稀世物产。剑南道竟然有这样的美食。小伙子，这钱不多，略表心意啊。大叔，这是您的全部家当了吧？都捐了，您靠什么吃喝？哎，叔什么苦都吃过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况且我的儿子也是当兵的，总之我不能看着他和他的弟兄们饿着肚子打仗啊。他们这是？啊，他们是大服氏的商贩，正自发的给南征军捐款捐物呢。您慢走啊，大叔，往那儿就行了。你也来了？往那边。这些年啊，朝廷终于应了一回。是啊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不就是为了我们能吃口饱饭，睡个好觉吗？哎，我说啊，您老人家还是把驴牵回去吧。您这一份儿，我替您捐了得了。那怎么成啊？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好，给您。往这边。邱公子，我已经报名参加了随军伙夫，明日起啊，我就不开张了。往这边。哎，好。现在家乡遭了难，我怎能独自投案？您若再想吃我这烤乳扇，您放这边，就请等大军凯旋吧。行了，来，当你的。哎，谢谢。你看，这天下不是我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每个百姓的天下。仅凭一人之力，虽然无法改变所有，那好了，但哪怕每个人只做一点事情，便会带来希望。即使是陶周峰，他写的话本，能把你带进了京城，您放这边吧。走到了现在，也算是为这世间留下一个小小的希望。好，这边。哎，好，没逼着你立刻回答，你慢慢想。放这边。坊间流言，不必当真。呼呼一梦30年，不知真龙是假龙。您都知道了。真、假，又何妨？是真，身为天子，理应为国而战；是假，作为大庸的子民，更应为同胞而战。张平，公明之会渡河而死，为何还要渡河？位子给你留着，等我回来。大人，这是我自家编的一些筐，看能不能用上。配置今日制般的，也太少吃了。只备薄酒小菜，便可当作是寻常的告别，就好似你我今日照面，明日便可再相见。好啊，那我吃完这顿，等着下顿。是你说，当做寻常一句，不提离愁别绪，为何今日如此沉默？
博文，万望小心之类的话，想必你也听不进去。整日胡闹的那个是你。我要走了，没人罩你，你才要小心。我欠你的，早都说了不要说这个。我自幼向往淬火沙场，如今心愿已得，你该为我高兴。好，那我便陪你不醉不归，喝个痛快。真要说担心的话，那边的浊酒可就没有京城的酒好喝喽。那我便当欠你10坛好酒，给你备着。一言为定。但你须得早日凯旋，不然要被旭东和刘云他们都喝光了。自然，待我早日凯旋，再陪你喝个痛快。江兄，江兄，我听你的，把武当面全捐了，官府给咱们办了个大红花。花呢？你听我说完。但我回来的路上，看见他们贴了2张黄榜，都是太后颁的，一张说是要广招名医治疗烧伤，另一张说是要通缉持有血气的摩罗余孽。官府已经开始排场了，还放出消息说，如果有线索，立刻报官，重重有赏。我看那架势，抓住了可不得了，就把花儿丢了，赶紧跑了回来。看来太后没有看见镜湖先生的脸，只能以水气寻人。长兄，你怎么抓不住重点呢？你听我的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出门了，还有，那个水气也不能带在身上。还有，这京城知道你持有水气的人可不少呢，万一他们把你举报了呢？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跑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不会吧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钱，快！报！徒儿啊，下来吧！怎么，一招金榜题名就不要师傅了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是你啊？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快放榜了吗？为师自然要过来等你好消息呀。哎，不过我刚进京城，怎么就看见突击令了？师傅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这小院儿不错。师傅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拉面神探，一打听都知道。平儿啊，你现在可出名喽！师傅，哎呦，这就是你常说那个小陈绸吧？对，一看就是个小机灵鬼。哎，这是啊，师傅，这个呀是我们出面摊用的车啊。师傅啊，你要去我房间看看吗？啊，走，看看你的小房间，看看你那个小房间。师傅，我去给您泡茶。好。师傅啊，我平时就睡这边。哦。这边柜子上就是我放书的地方。哎，还在看《七鬼夜谈》呢？师傅，茶我沏好了。师傅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江兄啊，最近正迷茫要不要继承木叶生的衣钵进大理寺呢。怎么，大理寺说不进就不进了？那可不啊，最近正排斥仕途呢。
那正好，平儿啊，以后你就继承为师衣钵吧。师傅，要不然呢，你现在就跟为师傅回去得了。你跟为师回去之后啊，先学着把那小院啊打理好，要不然师傅100年之后，那些个鸡呀、鸭呀，都得让你给饿死。师傅身体康健，一定会长命百岁。这100岁也有个头啊！你真当师傅是老不死的呢？啊？其实啊，不当官也好，一身轻松。只要师傅我有口气儿，就凭为师我的算命本事，也不能让你饿死，是吧？师傅，为师啊，我还挺高兴的。这以前呐，那个木叶生在你心里排第1位，现在好了，为师我终于熬出头来喽。师傅，原来你还吃过木叶生的醋呢？那当然了，谁也别想抢走我们家平儿。谁也抢不走，他脾气这么古怪，谁抢呀？哎，张兄，师傅来京城好几天了，可还习惯？需要添置什么东西吗？习惯怎么不习惯？每天天一亮就出去了，天擦黑才回来。这师傅啊，在僻静的地方住惯了，这京城这么热闹，肯定事事新鲜。哎，张兄，张兄，你这又是去哪儿啊？查案。非得去吗？啊。知道也劝不住你，但最近查得严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小二，来2碗茶。好嘞。谢谢酒吧。行。来壶茶。哎，来喽。客官，茶来了。啊，来，刘子。您慢走啊。好。多吃点。少放点这个。老板，来取药。很好吃的。掌柜，刚刚那位是我朋友，他方才药方子记错了数量，特意差我前来再买几钱。啊，一共3味药，哪位要多少？啊，3个都要，各要5000。好嘞。黄鼠葵、车桑子叶、积雪草。他买的这3味药，积雪草、车桑子叶、黄鼠葵，都是治疗烧伤的药物。蓝蛋儿，你上次说我查案只靠知觉，没有实证。这次我找到证据了，前脚太后刚要寻药，后脚顾清章就准备烧伤的药物，他应该就是想趁机接近太后。这都是你先入为主的妄断。他是个大夫，买药配药理所应当。像我上次问您的，他为何恰恰出现在周进科附近，又为何知道周进生的下落？这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些我会派人查证，但在查实之前不可妄判。我无意听2位对话，奈何响动太大。书林，既然提到了我，那我也想为自己辩解一番。书林，你不必如此。那日我出现在周金科附近，只是路过而已。我的确不知那便是周金科所在。至于认识素学师傅，也是巧合。只因那时我正四处求医问药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这3味草药可是你今日购买，你用来干什么？我是名医者，
去购买《本草集》上提到的草药回来钻研，乃是我日常之事，时时有之。大人，这都是他一面之词。好了。哟，师傅，今儿回来这么早啊？是啊。师傅，您这天天都上哪儿逛去啊？给平儿选东西去了。师傅带张平真好，遇上了，没办法。师傅，我听闻您会算命，那你帮我看看，这是下一届科举我能不能高中啊？下句科考的事儿啊，你何必现在就开始烦忧啊？其实啊，当不当官啊也没那么重要。你跟我们家平儿每天都能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，比什么都好。张天家是住这儿吗？不知道啊。知道？说不说？我真不知道。在哪儿？是。师傅，请五位。平儿快回来了，你快绕到正门口去，带平儿藏起来。我在这儿拖着，把他们引到侧门外，让他们往南边追。师傅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！快去！走。哎呀，几位呀，你们查什么呀？啊，有话好说吗？啊！老东西，他去哪儿了？那个旭东刚看过来，他说来的人找你有事情。门口怎么这么多警卫啊？来的旭东说来的师傅呢？我说师傅呢？报，找到水汽了。报，那边发现一个侧门。侧门。平儿，快跑！快跑！对。这是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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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儿，师傅，求求你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求求你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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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师傅，都怪我！师傅，都怪我！师傅，师傅没了！师傅没了！
师傅，师傅，师傅没了！我要杀了他们！我要杀了他们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走！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走！先生，放开！先生，先生！江兄，对不住了，师傅不能白死。牛儿醒了要吃草，南坡上面草儿草，就都带着啊，都带着，绕过2里柳树梢，挪过3里羊肠道。步上道旁的花儿桥，不怕那豺狼收包。有一盆一个劲地摇啊摇，只为吃上南坡的草。张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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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放开我！张平，放开他！哎呀，张平，放开我！张平，你若去找太后复仇，便换成干衣喝碗姜汤，免得你未进宫门，便因风寒先倒下。再选一把神兵，否则，你怎么与装备精良的禁武卫对垒？你还需精练武艺，少则5年，多则20年。否则，你怎么以一敌百？匹夫岂能汉书？那可是太后啊！前尘旧事过于沉重，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罗族而来。当年摩罗村惨遭屠戮，如此冤屈，您当时在大理寺怎么能坐视不管？从我知道这个秘密时起，便再也做不成嫉恶如仇的木野生了。岭南秘境，有村摩罗，水质清波，山之错愕，蛰伏念念，只待今日，手刃仇敌，痛饮狂歌。老臣谢太后恩典。我做不到，你万侍郎都做不到。我做得到，但不会用金虎先生的方式。我要回家，回到摩罗村，查出所有的真相，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为师父和我的族人复仇。
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罗族而来，前尘旧事过于沉重。待我计划达成，你定会明白个中因果。100岁也有个头啊！你真当师傅是老死人呢啊？谁也别想停了我们家停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到底该在哪儿找到你？我怎么样才能找到摩罗村？大人，这都是他一面之词。好了，这些我会派人查证，但在查实之前，不可妄判。你作何打算？回家，我要弄清楚所有的前尘往事，再亲手为我的师父和族人报仇。大人，大人，张平走多久了？3个月有余。也不知他现下如何。那小子命硬，应该不会轻易倒下。书里那边查的如何？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着人每日跟着。可辜先生出门，要么就是上山采些草药，要么就是去南郊的花圃侍弄花草，并没有和什么可疑的人等有过接触。他采了什么药？治烧伤的药。树林此番归来的种种行径，确实过于巧合。裴师。睡不着，过来坐坐。睡不着，可是有心事。要说没有，确实是自欺欺人了。裴师还在思虑张平说的那些话。张平说的那些话，我无法当作没听见。说了今日潜心熬制烧伤药，我也无法当作没看见。想要解开心中所惑，只好亲自来问树林了。
即便是我真的给太后献药，又有何不可？树林一贯超然世外，怎会因权贵而走了药？超然世外。倘若我真的超然世外，那10年前我又何须进京赶考？黑芝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他也中了瘴气，浑身烧得滚烫，恐怕是……你醒了，别乱动，再睡会儿。王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在京城待得好好的，跑这儿干什么？京城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来这儿是为了找到摩洛村。一切的疑问，只有在这能够找到答案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的那个摩洛村，真的在这儿吗？我在这密林之中迷失好几天了，也没见什么村子的影子呀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大理寺卷宗记录的位置就是在这儿。大人您呢？不是在跟圣上在前线打仗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战事堪忧啊！我军虽人事占优，但我军将士皆不适应南风气候，纷纷染上瘴气。现在正跟南洞人苦苦僵持。我此次奉皇命，率先锋部队到南京刺探军情，没想到跟你一样，在这儿迷失了方向，还遭到了南洞人的伏击。剩下的人马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来，大人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大人，水。大人，我们已经在林中困了好几天了，缺吃少喝的。这饼还有一些，但水只有这么小半袋了。您还是别给他了。什么话？老子给的是自己那份儿。可。没事，王大人，我不渴，我还要抓紧去找摩洛村。
大人多保重。逞强！敌血！撤！说什么？我们进去，进去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进去再说。慢点，稍息。大人，那弄人没发现我们，但张平说不出话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洞外情况不明，今晚先在这儿休息，明早再说。是，这次多亏了他，我们才能逃过一劫。不过，他怎么知道瀑布后面有洞的？他应该快到家了吧？兄台的字乃大开大合，随性超然之象，可兄台的诗却都是七言律诗，就像牢笼里的枷锁，将兄台的笔力笔意全部困于其中，真心真性也难以施展。若真得高中，我恭贺兄台，只是难免为着被困住的真性情而扼腕。为何他对我了解如此之深？莫非那时他有备而来？
你怎么了？你别哭了。我帮你找阿娘。阿娘，朱秘藏，阿娘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阿娘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苦若，你已经被圣湖的水洗礼过了，从今天起，阿娘可以叫你师叔了。嗯。快来追我呀！快来追我！快来追我呀！苦若，水系学会了吗？阿娘逮到你了，你居然没有学会！静心，静心，知道啦。想要吗？的地方。